你别说，老三，你穿我这衣服还挺合身啊。哎，我考你道题啊，我跟我姐要了100两去打官司，哎，可是我姐给了我120两。你说咱们有多少钱去赌啊？20两。是100两，就是20两，就是100两。你要是表现好啊，没准咱们俩还能有300两。哎，让开！不是，让开！管你急，快让开！让开！那是什么？哎，那个叫极地铺兵，做什么的？替官府传送文书的呀。你看啊，沿着这条官道啊，它每隔10里地就有一个极地铺，里边呢常年住着极地铺兵。这一有官府的文书送过来吧，哇，这极地铺兵撒腿就跑，他得在3个水科之内跑完10里地，把这文书送到下一个铺子，然后下个铺子的铺兵接到文书之后呢，再接着跑，就这样接力传递，日夜不停。省城到仁华应该是330里地，穿完估计得要13个时辰。哎，好像是，还是你算得快。我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。假设我们从仁华县出发去往省城，保持现在的速度，走了2天半。与此同时，仁华县发出了一封文书，通过吉利铺子送往省城。在我们距离省城多少里的地方，这封文书会追上我们。啊！杀了我吧！较量人世无穷乐，罗列平生未见书。撩凤投壶寄征虏，休言细界马相如。陈公子这诗太过深奥，我们都听不懂了。就是听不懂没有关系，我便讲与你们听。那是什么？投壶。这人呢，也有虎口，你得琢磨明白他的虎口在哪儿，然后拿着箭矢对着他的心就这么一插，正好就中他的心，你也就算赢了。那陈公子能否投中我们的心呢？拿箭矢来。先投我的，好，投我的，来，投我的，投我的。不必争，不必争，两个一起投，轻轻一投便投中你们的先生，范老突然有事找您。范老，您找我。你跟他说。哦，你干什么去了？那桩死卷案的事，今天仁华县传来消息，出了波折，那个帅家模又起了反复。县府所有提告的渠道全被我封堵住了，就算是他不服，他还能去哪儿告啊？帅家墨竟去了省城，你熟读大明律，怎么会出现如此纰漏？请范老宽心，他去了也是白去。这省城的衙门错综复杂，关节甚多，他只是一个算呆子，只怕去哪儿投铁都不知道。在下这就启程，去往省城，弥补失误。失火博土，上应全力。我不轻视任何人，也不忽视任何一种可能。
希望你也是。范老，我今晚就走，管教这个帅家梦告状无门，空手而归。你只要管好在省城的事就可以了，归途不许操心。这个是时下最时兴的把戏，叫做雀山铁花。你像高仲啊、申仙啊，这嫁娶安宅都会请他们来表演。要是高中的时候，我也得操把戏，让我姐姐好好风光风光。还在里面呢！烧死了！你还发愣呢？吵这么大火，你都不知道不通看看，就知道跟男生玩。一家三口烧死俩，就剩个呆儿子。哎呀，这傻孩子要是回个头，火也烧不了这么大呀！你要是早点喊人，你爹娘也不会死，真是造孽呀！哎，老帅，那个时候你才几岁，能做什么呢？那就是场意外，别总自责了啊！哎，老帅，老帅，那好点没有？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爹写的那本书吗？嗯，他好像把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记在里面了，叫做《推步据鼎之术》，但是内容和书名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。你都想了一晚上也没想起来，你就别想了。告辞。庄三 T 先生是吧？哎，久仰久仰。哎，走。哎，您走。一些黑豆加鸡子儿，半个时辰之内我要离开。好。哎，这位先生，这是官驿，只接待官府行员。我这是给监察院右迁都御史范老办事。我们驿户担负现任官员就已经不堪负重了，您这是制式官员，实在是应该认字了。这文书上是不是注明了圣上亲赐给驿还乡的特权啊？这特权只是给官员从京城返回老家用的，只有一次，而且只是给官员本人的。这有没有注明时限啊？啊，不曾。有没有注明给驿还乡的适用范围啊？没有。那凭什么以你说的为准呢？用不用我带你去衙门查一查大明律？哎，我说你们这些人，天天拿着鸡毛当令箭，公事私事都走官驿，谁都来占便宜。上面拨的银钱就这么点儿，你们这是要逼死我们呢？你若觉得不公呢，就去找你的上司诉苦，干嘛跟我发脾气啊？你若是想提告，我倒是可以告诉你，这衙门的大门朝哪儿开，状纸怎么写。啊，行，耗着吧，惹不起。我说明白了吗？看，
你们疯了吧？这个丝绢税怎么算都加不到你们俩头上，你们操的哪门子心，装的哪门子苦主啊？你接着说，应该去哪个衙门提告？行，你们要作死，我也不拦着啊。哎，对了，小爷，哎，你来之前可否写了一些条陈？哎，老师，条陈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写了一大堆数字，算来算去的。你看这头前面还改得乱七八糟的，谁写的呀？是黄之。不好意思啊，庄先生，那您说该怎么写？哎呀，其中难改啊。这样吧，我勉为其难的再给你们另写一份，然后呢，只收你们点润笔费，如何？好，我带了纸墨笔砚，现在就写。哎，老师，我来。哎，张先生啊，那个您带回家写也可以，但是你总得跟我们说说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吧。哎呀，诉讼这个路子是不能走啊，就没听说过民告官的。嘿，你们可以走旧弊复审。什么意思呀？哎呀，你亏你还是个生员呢！旧弊复审就是你提告某一个官员在某件事上处置不公平，恳请上级重新调查，哎，你就送到安察使司。对，就是安察使司。哦，妙啊妙啊！哎，张先生来。哎呀，你看这个脑子呀，就想起了还有2个麻烦的地方啊。这第一个麻烦啊，你们京安府啊已经给出了合议，安察使司估计不会给你们直接下结论了，否则他就是打了京安府一府8县的脸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估摸着，你们这个复议上去之后，安察使司会发回京安府，让你们的知府重新调查。不是，这自己审自己，那审不出来什么不一样的呀？哎呀，或许这就是他让我们来这儿的理由啊。哦，我想明白了，只要上级同意复议，哎，那他就是想要用借口重新调查，哦，那我们可以去复议的，对不对？对吧？这么精妙的推测，是你想出来的？哎呀，别谁想出来的啦，少爷！现在最麻烦的就是阅讼。阅讼什么呀？你作为一个生员，不会不知道阅讼吧？啊，这大明律上写的清清楚楚的，这老百姓打官司也好，这个举报都好，都得一级级来的。先找乡老调解，调解不成再找里长，里长主持公道，公道不忠的话，再去找知府和知县。你们这倒好，直接越过县府2级。我告诉你，小子，甭管你有理没理，上了大堂就是20大板。你做好这个准备了吗？做好了。都没有。不是庄先生，你这20大板是不是太多了？哎呀，这里的规矩就这样。那这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上来摁着就打呀。我跟你说的都是官面上的规矩，私下呢，我给你找一个转到衙门的衙人。啊，谢谢庄先生，1两银子，1两5钱。那我还不如自己去挨板子呢。哎，您就是自己去挨板子，也得给那些负责打板子的衙役一些还手钱，不然你知道吧，那20大板下去，有的可就出了人命了。这钱呀，您里外里都省不了。这合着1板子就得1000呢。1板子是7分5毫，1钱是错的。哎，这只是阅讼的费用。您2位不是还得去按察使司递状子吗？这纸墨钱也得准备着。纸墨我们自己带了，都已经写好了。哎，自己带的纸墨啊不合规范。还有，这按察使司也不是每日都放告。至于何时放告，签诗是谁，只有这衙门里的小吏他才知道。给的多，查的就快。这不就明着抢钱呢吗？这不是？您嫌贵，您不如自己出去跑跑。
怎么又冒出来一笔千事啊？整个凤兴这么大，按察使一个人管不过来，所以手底下有副使啊、佥事、清军、提学、屯田、兵备等等分管，找对人很重要啊。哎，我这新的条程写的不错吧？啊，至于润笔的费用嘛，我算你便宜点。你不是说今天肯定能送进去吗？您是不知道啊，这惩罚房的小丽，那是按钱排序的。按钱怎么了？钱我也给了的呀。您是给了，可架不住别人给的比您多呀。这状纸的格式不对，得找个行名事业把关。盖戳费、传承费、差役成票费，行百里者半90。你这前面的银子都花了，你再不花就白花了。我们这两天的衙门长什么样都没见着，净在这给你钱。再等等，再等等。哎呀，你稍安勿躁嘛，过段时间就是放告的日子了。你把这个状纸数一数，那个事情不成问题啊。不行不行，我今天无论如何都必须跟着你去衙门。公子啊，小的干这行10多年了，靠的就是诚信2字，今日肯定没问题。你少跟我来这套，我跟我姐姐就老这么说。好，好，好，公子便随我同去。不是，我先去趟衙门，你一会儿在赌坊等我。赌坊。来，走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会游泳，我会游泳。是。我突然来省城，你就不好奇吗？你是来跟我辩论的？你还真是个算呆子。但不管怎么说啊，虽然我会游泳，但还是要谢谢你，刚才出手相救。再有人刺刀我面前，我会害怕，也会难过。你是个呆子，也是一个好人。这年头啊，能做好人的大概也只有呆子。那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？我就是把刀，谁给钱我帮谁。刀子只要足够锋利就好。至于你是什么心思，是好人还是坏人，是君子还是小人，根本不重要。刀子会有心思。没错，没有人关心刀子他有没有心思，没有人。
说的话，我不太懂。嗨，我这是怎么跟一呆子聊这么久？走了，再见。三呆子啊，我告诉你，既然我来了省城，你们所有的打算注定要落空了。宝玉已经去找人递朝臣了。走着瞧。再见。进去吧。兄弟，你们俩跟我来。来6号。都送进去了吧？送进去了。哎，我亲眼看着放入了明日的审理6案牍，号牌都拿到手了，错不了。哎，10号还挺靠前的呢。哎，那月送了20大板呢。哎，好，谢谢，走吧。那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您放心，这上上下下小的都打点到了啊。再说，您那100多两也不能白花吧？花了这么多银子了。当时坐在你旁边那个小子叫什么来着？马文才。马文才，哎，老师最讨厌的，天天用的竹板，闲得去骚扰芸娘嘛。哎呀，芸娘小师妹，人人都喜欢，可是人家一颗芳心早就寄到你那儿了。你知道我们这些童装有多羡慕吗？可惜啊，天不假年，如今只剩下一匹他的坐骑陪在我身边。哎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喝酒，喝酒。可是谁曾想啊，我们最讨厌的这个马文才，他在那一刻他中了举了，从此风光无限，平步青云啊！难道是你啊，老程？一时糊涂，夹带小抄，被主考官罚终生不得进入集委。我没有夹带，是他们栽赃陷害。都过去了。过去的事儿了，过去了，不提了。来，提了。我可是听说啊，他马家是在主考官那儿使的手段，要不然，就你老程，你比我们任何人混的都好。我没觉得我比你们混得差呀，我现在随便打打官司，便有银钱入账，每天就是吃喝玩乐，只有丝竹乱耳，没有暗毒劳形，不比你们潇洒吗？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你以前总跟我们说要做兼济天下的君子，满满的正义感。幼稚，那时候太幼稚了，哪知道人世间只有银钱才是真的。谁说不是的？哎，你再瞧我，啊，一会儿还得把明天的文书处理掉，我估计啊，今天晚上有点熬夜啊。7号，进去吧。8号，好，进去吧。9号，9号，马上到我们了。11号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哎，许是漏了，哎，再等等，等等。12号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呀？我去问问看，我去问问看。13号。
你快一点！这奇了怪了，你们的条陈竟然被驳回了，还批了无礼。该状荒谬不堪，言辞悖乱，只增笑耳。且即安抚已有诚意，无庸再审，无礼。不，这怎么就被驳回了呢？您也看见了，这关节上都没问题，这问题出在状子上。不可能是我的问题，只怕是有人针对你们吧？啊？哎呀，不可能，谁会针对我们呀？我想起来了，程仁清也到省城了。啊？我这要是他来了，可就麻烦了。哎，庄先生，你想想办法，这到底怎么办呀？凉拌呀，没办法了。爸，你之前不是说有很多衙门吗？你们这是按察使司明确驳回来的条陈，你给哪个衙门谁肯接受？而且再说了，针对你们这个人太歹毒了，一招封喉。我看你们这个提告在地方上是不可能的。巡抚衙门呢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说过，布政使司、按察使司、都指挥使司都是地方的衙署，除此之外，还有巡抚都御史和一个巡按御史。那可以啊，你的朋友记忆力。哎，咱们就去找那个奉行巡抚都御史。哎，现任巡抚是李世达大人，的确是奉行最大的官了。不过，你们两个连巡抚衙门都进不去，而且人家接受的是地方上诉的案子。那巡按衙门呢？可以啊，咱们确实得按照巡案的路子走。你看啊，他这个巡案，他是朝廷派到地方的监察官，而且他的闲职是挂在了督察院里，他跟地方上就没什么瓜葛，顾虑也就少了。哎呀，但是有个难处啊。要使钱吗？你还有钱吗？没有了。那不就得了吗？巡案人士最关键的就是在这个“巡”字上。他四处巡视，你们在省城里肯定找不着他的。不过我算一算啊，巡案差不多应该巡到了延州府。对，延州府。我们回仁华，正好路过延州。陈仁清，你是来嘲笑我们的吗？来给你们一个忠告。能有这个好心？我若是你们呢，暂时就先不回仁华了。谢谢啊，我们不回仁华。我姐说了，你的话只能信一半。总之言尽于此啊。自求多福。得手了吧？不会吧？都这么长时间了。
快，就是一战，快，我们跟上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，都跟上，都跟上！快点，就在前面了！快，废物，跟上，快！丁家，哎呦，军爷，这大晚上的你有何贵干呢？我们接到举报，说你们这里边有强盗，去把里边的人都给我叫出来集合，快！各位客官，快起来，快来查证！起来，哎，快起来吧！哎，拿好衣服去门口集合！哎，快！哎，你大门口。看什么？说你呢！起来，回头集合！集合！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我这走了。走。军爷，齐了，人都到这儿了。本官收到报信，说这里有强盗当道抢劫，可有此事？啊？你们都没招贼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我看是有强盗混在你们当中了吧？你们两个看上去有些面生啊，不像是本地人。姓名相关，此来社由。军爷，在下是封宝玉，吉安府仁化县的生员。那个省城刚办完事儿，我们要赶回仁化。哎，这就是我们陆爷。我看你细皮嫩肉的，不像是强盗啊。你呢？帅家墨，吉安府仁化县人。我来省城是为了向凤兴按察使司提告仁华县私捐税弊案。哪那么多废话啊？这不是废话，都有数字可以证明，我可以算给你看。哎呀，老少，那个军爷，这是我兄弟，我们一起的。他那个算账，脑子算傻了，您别介意。这年头傻子都能算账了？哼！你，哎，军爷，我就是本地人。本地的啊？对，收下来吧。好。你过来。说你呢？对，就你，大胡子，你过来。军爷，姓名相关。陆飞龙，吉安府，同样县人，我是出来收账的。收账？陆爷在此。今天奇怪了啊，遇到3个吉安人。陆飞龙，你说你一个吉安人，来我们延州收什么账呢？嗨，几处店铺而已。军爷，他撒谎，他根本就不是同阳人，他是兰溪县的人。我就是同阳的。你是兰溪县的，你还开赌坊的？你别听他瞎说。哎，嚷嚷什么呀？啊，我问你啊，你在这义社里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呢？在下平时沾枕积税，不曾留意。不是军爷，他真的是开赌坊的。他之前在仁华开了个赌坊。这谁是来开赌坊的？不是你吗？陆飞龙，你就是兰溪的。哎，行了，陆飞龙，你过来。陆爷，你要来延州开赌坊，得向我打报告，必须要跟我一起开，啊，这是规矩。明白啊。好了，今天也没有发现什么强盗，你们都回去睡吧。收队，收队，走。记住啊，哎，收，快点儿。大哥，还动手吗？动个屁！现在那个军官已经盯上我了。他们俩现在要是被杀了，我肯定要被怀疑。啊？那可咋办？睡觉。
陆爷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亲眼看见他们俩进了茶院。我问过扫地的，就是那2个人。奇怪了，他们不是回仁华了吗？跑到延州做什么？杨大春、杨二春争家产案。杨大春虽非亲生，但侍奉父母，至敬至孝，不曾懈怠，与亲子合议。老人病亡，家产何该均分？杨二春诉状驳回，下押。这写的是什么鬼东西？一看就是出自壮士之手。拿枪作吊，虚张声势，1分是渲染成5分，想在我这里讨得便宜，休想！驳回。哎，这可是周三屉写的呀！这帮壮士只会起灭词讼，挑唆纷争，唯恐天下不乱，本官最为厌恶。退下！下押。怎么办呀，老帅？这庄先生写的他看不上呀。我还带着之前那版调审，黄知府改的那个。庄先生说这个写的不行啊，他写的这个都看不上，怎么能看得上这个呀？怎么还不退下？哎呀，司马当活蚂蚁！刘玄，说，我们刚才交错调陈了，其实是这一版。你们2位，随我来。你们这个调陈写的有意思啊，看里面分明是2个人的手笔，一个主笔，一个改动。您可真是目光如炬啊！这主笔之人呢，就是我兄弟帅家墨。哦，至于这改动之人，他就是你们黄宁道黄知府，对吧？你怎么猜出来的？我与黄兄虽非同年，但黄兄是监察御史外放的人。我刚仔细听了你们讲述合议的前后，黄知府也有他的难处啊，不得已才要找外力支持。那您还接这个提告吗？本官巡案奉行各地，就是为了纠正地方弊端。这关于人丁思捐的调陈，情理昭然，正在本官的职权范围之内。如若不接，便有渎职之嫌。这个案子，察院正式接下。所以我什么时候能去其他7个县的价格库查阅文卷？什么？我这兄弟舌头有点直。是这样的，我们之前合议的时候呢，老帅提出过去其他几个县的价格库查阅，但是被拦下来了。其实这事很简单，黄知府只要去几个县看一看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我若要求他们打开，他们无权阻拦。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调查文卷？待本官把延州府的事情处理完，咱们即刻动身，巡案金安。太好了！你们不知道黄知府多么的用心良苦，他怕我不接这个案子，特地附了这份底报，在调陈下面。啊？我还以为这底报是不小心粘在底下的呢。你们2个傻子，不光没有看懂，竟然还去找了一个不入流的壮师写那种破状子，差一点儿就枉费了黄知府的一片苦心啊！认真看看，若悟得出，一切都明了；若悟不出，说什么也没有用。你们可以走了，本官还有别的公务要忙。走。哎，还有个问题，我想不明白。这个案子如果赢了，对你们2位没有任何好处；可要是输了，2位会身败名裂的。这样出力不讨好的事情，如此热心奔走，一定是还有别的隐情吧？这事跟我没关系，
我就是跟老帅结伴同行的。那你呢？数字是错的，就应该得到纠正，有什么不对吗？老帅，我就是没想明白这底报到底有什么玄机呀？怎么了？那个刘轩啊，一看这底报什么都明白了，就跟打哑谜似的。这很重要吗？哎，有时候我是真羡慕你这天真浪漫。你想想啊，之前刘轩啊问你，说你为什么要干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儿？庄三弟问过你吧？程仁清问过你吧？哎，黄知府和那几个知县是不是都问过你？可我的答案都是一样的。重要的不是你的回答，而是人人都觉得你挑动这件事儿，一定有其他的好处。可是我并没有。那可不代表别人没有啊。你想想啊，围绕这思娟案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目的。大哥，这两个家伙可真狡猾，居然跟着官教走，这让咱们怎么动手？官教出行一般不许平民跟随。这官教里坐的谁？不是延州府的官，好像是叫什么巡按御史。巡按御史啊，这条路是去金安的，对吧？对。糟了，你们继续跟着，我先走一步。巡按，于途来了。这里是金安的什么地方啊？是兰溪县，到县城也就20多里。兰溪建德，我知道了。今天我们就不在这里停留了，一会儿脚程快一点，到了兰溪县再休息。兰溪好呀，兰溪住着舒服呀，而且从兰溪回仁华，好像就1日路程。我们暂时不去仁华了。啊？那我们去哪儿啊？就把巡按察院设在兰溪县，就地审理。那还得跟黄知府还有毛知县知会一声吧。如果提前知会，他们事先串联，还能有什么效果？喝完水，即可启程。我是陆飞龙，快开门！原来是陆大爷，按规矩夜里不能上开城门。我有急事要去见范老，实在不行，我把您调上来吧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哎呀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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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好，太好了！毛知县可谓是深得刀法的精髓呀。这大明几百个县令，论这理政手段，本官未必上乘。要说这搏击技能，本官可尽一甲之力啊！毛知县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啊！大胆！何人敢占据县衙作乱？毛知县，你这身装扮，以为要去投军了呢？关你何事啊？你是哪个？我是奉兴巡按御史刘景。巡按御史。不可能！本官并未收到巡按要来本县的牌票。牌票已经送去仁华县了。本官是临时起意，要在兰溪设察院。毛知县若是不信，我这里有官印、圣旨，还有督察院的文书，你尽可来验证。验就验。嘿，还真是啊！哎，刘玄，你这人做事太不地道，哪有不告而来搞突然袭击的呀？哪还有半点巡按的样子啊？
毛知县，你这身武人装扮，也不像个知县。啊，哎，我这是晨练的装扮。我知你要来，带我回去换换，再来与刘巡案一诗。恭候。毛知县，毛知县，哎呀，毛知县，哎呀，有话就说，没看本官正在忙着呢吗？有人看到帅家墨了，跟那个刘巡案一起来的。他二人何时走到一起的？我这小人我就不知道了呀。去，马上到诸葛村，把那个程仁清给我招来。哦，明白。去。哎。刘巡案，奉天子之命啊！本官巡按凤兴11府，今欲在揽溪县设置巡按察院，调刷文卷，监理词讼。既是圣上旨意，本官自当全力配合。很好，毛知县，请起。本官手里现在就有一桩案子。莫不是帅家墨提告的人丁丝绢案？哼，这毛知县不光武功了得，连算卦也懂。这件事情牵扯到国家税赋，茲事体大，您可要想清楚了。来。这两个小贼！帅家墨主张，人丁丝绢税3530两，乃是100年前协饷挪移所致，本应由8县均摊，成化16年之后，却只由仁华县独担。帅家墨，你说是有凭据的？是。只要查一查揽溪县的价格库，看看成化11年至成化16年的税赋账册，便可真相大白。你说查就查，贵姓啊？姓帅。现在是本官查案，徐耀凯。凭什么？哼，凭什么？凭的是朝廷之命。本官奉旨巡按凤兴，最重要的一项职责，就是调刷文卷。凤兴11府所有的文书卷宗，本官都要一一查看。你们揽溪县，凭什么就能例外？毛知县，你3番5次退位，莫不是真有什么隐情？再做阻拦，本官定要参你一本。请。本官就在这里坐镇，看看谁敢阻挠刷卷。这2位书手是我惯用的心腹，也借给你用。你估计要多久可以完成？3日之内。不是你怎么来了？我就是揽溪人，为何来不得？为什么如此不友善呢？上次如果没有我提点的话，帅家墨现在应该是被发配到了千里之外了吧？上次的提点，谢谢啊。你既然来了揽溪呢，不如我就尽尽地主之谊，给你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坐坐，如何呀？我这还看着猫呢，快走吧。
就这个门啊，出去之后往东走上100步，便有一个蓝方阁，里边的酒水啊、丝竹啊，那真的是1等1的好。哎，尤其有一道樱桃烙雪饮，消暑之客，出了兰溪啊，便再也没地方能吃得到了。风公子，你看帅家墨这事儿呢，一时半会儿他也办不完。同样是等，为何不去兰芳阁等啊？吃过饭之后，喝着小酒，听着小曲儿，我还有2个红颜知己，他们又很擅长。哎呀，不去！花言巧语，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思？可惜我这2个红颜知己打牌九的技巧了。算了，不勉强了，走了。陈枪。风公子，开牌开牌！我来帮你开，我来。哎，这边我来。哎呦，你输了。风公子好手气。风公子啊，不妨在兰溪多待几天啊，还有几个好地方值得一去的。我这待多久吧，还得看老帅这盘账的速度。请您看什么？让他自去查，我们自去快活。这帅家墨呢，他也不是个有心机的人，不会嫉妒你。老帅肯定是没心机，不过这刘巡案吧，我看还是算了吧，别误了老帅的事。这刘巡案一看就是嫉恶如仇，做事又很麻利，应该是个不错的能力啊。办事麻利啊，确实明知是规。不过这嫉恶如仇吧，我看未必。他接这个案子吧，肯定有他自己的心思。怎么看出来的呀？我们这个提报之前在延州府那是被驳回了的，后来我们又换了一个条陈。这个刘巡啊，一看到新条陈后面的底报，态度全都变了。底报，要是没有这件底报，他绝对不会接这个案子。那个底报，我这么翻来覆去的这么看，我也没看出来个明白。底报是什么呀？见识少了吧？看看啊，这就是底报。这个底报啊，它讲的都是国家大事儿。这每个省每个月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它全都在那个。好，那个陈仁清，给我，你给我，你给我，总来炸我！呸！你说说你啊，这底报抢不来看，你又看不清楚，干什么吃的？哎呀，毛知县，你着什么急呀？我虽然没有看到内容，但却抢在一瞬间扫到了底报一角的日期页码，是本年4月招。范老久在中书，这底报上可有什么玄机？我看看。闽地搞清账，哎，这是闽地的事啊，跟咱们这边有什么关系啊？继续看。好，看看。毛知县，尹田，这上面说，闽地的大户一直在把田地改为不必纳税的隐田。这最严重的县，一县之内有6成皆为隐田，只有4成负责承担税负。朝廷搞清账，自然是要把这些隐田给拓出来，增加税负。当今朝廷谁能做主啊？当今圣上年幼，自然是李太后垂帘内政，张首府辅弼云外。张首府素有大志啊。只怕这闽地是张首府在试水。你们看啊，这上边还写到，闽地布政使说，闽人以为变，这就说明事年已成。这张首府下一步很有可能要在全国搞清账啊。咱们奉行富庶，恐怕首当其冲啊。不止吧？那他是为了钱财？不是，张首府最需要的
是一个典型。正解。咱们这边的情况要比闽地复杂得多。张首府最需要的是一个地方上能配合中枢的案子，将来再推行的话，就可以减少很多的阻力。这刘询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，他让那2个书手陪同帅家墨，不是为了帮他，而是要暗中调查本县的鱼鳞图册呀。这个刘询案还真是敏锐啊！他看到底报上说闽地已经完成了清账，就想到了张首府要立刻推行。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一位年轻的巡案御史可以先首府之忧而忧，在咱们奉行率先的搞起清账来，他岂不是立了一个大大的头功？可是我还是不明白，这人丁思捐税和清账又有何关系啊？人丁思捐税的关键是什么？税赋不均。那帅家墨天天把这话挂在嘴边，我听得耳朵都要长茧子了。税赋不均就要重新分配，想要重新分配，就得按各县的体量来重新分配比例。估算体量，自然要把这田地重新清账。刘景的心思在这里呀。兹事体大，应该徐图缓之，快了则会生变。是啊，咱们金安乃至凤新，有多少士绅？这名下又有多少土地？哪些是合法买卖？哪些又是巧取豪夺？这个刘景查得过来吗？这得闹出多大的动静啊！做成此事呢，刘景必定大受首府青睐。至于我们金安，他好还是坏，与他有何损失呢？这等小人，为了自己的仕途，不惜搅乱，以辅之稳定，不如一刀斩之。这也许是刚刚开始吧。反正在我兰溪不能得逞，否则后患无穷啊！落将，压将。久闻诸葛八卦村，深得布阵之妙。今得亲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啊！不想这区区村落，竟蕴藏如此的气象。这诸葛村虽四时而变，光线移转，景色各有不同，尤为垂暮之时为最佳。徐安大人莅临兰溪，这诸葛垂暮之景一定要赏一赏。不错。落日余晖斜洒八阵图上，足观武侯晚年心境啊。这诸葛垂暮一语双关，实在是巧妙。诸葛一生鞠躬尽瘁，只为忠君一诺，克服中原，是我等之楷模。三老乃官场前辈，当年威名赫赫，今承蒙教诲，不胜感激。不敢。那宴席早已备好，我看不如这就前往啊，席上慢慢聊。这宴席是兰溪县出钱，还是您个人出钱？徐安大人，小老和当地的乡绅略表心意，就不让官府破费了，请您放心啊，请。帅先生，用膳了。
范老问，酒宴置办好了没？自然是置办好了。范老说了，刘玄案不好财，我安排了别的。聪明。一会儿你不要走远，可能随时会叫你。一会儿我不在席上。当然不在。宝玉呢？证据找到了吗？没有。是没找到啊，还是没说出去？没说出去。我喜欢跟诚实人聊天，不费脑子。哎，证据给我，我就把冯宝玉放了。我差点就算完了，不过揽西县价格库的正税簿子上还有记录。别跟我扯这些，我听不懂。就是说，这些只是抄件，原件我都放回去了。宝玉，你快把他放了呀！你答应我的。你怎么能听陆飞龙的话呢？刘询案莅临揽西，蓬荜生辉，我等要尽地主之谊。如果招待不周，还望海涵。哪里话？范老蒙天子御赐，县台乡贤牌匾，又以奉职大夫荣退，应该本官先敬您才对。请。老孙，你真是个笨蛋！不是，你怎么能信那个陆飞龙的话呢？你拿到玉，你就赶紧去给刘询案，你起码还能活呀！我死就死了，反正我也就是个纨绔。这些原件要是烧没了，以后就更没人算得出来了。这都什么时候，你怎么还在想这个？这些人年事已高，远离宦海。不过在朝廷当中，还有那么几位故旧。如果您要需要帮衬，尽管吩咐。其实说实话，君子群而不党，只要以忠事君，便可以问心无愧了。君子群而不党，那何人党而不群呐？当然是那些只为了一己之利而罔顾朝廷难处的人啊！啊！呀！哦，你，快！先找出口，找出口！快！醒醒！那有板凳。
何事慌张啊？毛知县，兰溪县城走水了。何处走水？是价格库。啊！哼，这走水走的可真是时候啊！是烧给谁看？刘巡安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觉得这火真通人性吗？让他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，让他烧何处他就烧何处。毛知县，毛知县，何事啊？刚刚得知帅家莫风马玉二人留在价格库中，如今生死不知啊！真是岂有此理！我要看看这兰溪县还是不是大明的天下。